哎呀，最近啊，又遇到了梦幻派的老仙女了啊，来给我添堵啊！39岁了啊，长相身材确实保持的还可以，但是这一根筋的思想真的是要把你给气吐血。人家觉得自己可美了，别人都说自己看上去才28、9岁，他自己一年也挣100多万啊，就是这个原因。他说啊，找个跟自己收入差不多的，或者能力比自己更强的，他觉得不算过分的这个要求。可是我觉得他的要求已经要上天了。为什么？我们给他介绍公务员，他嫌人家挣的太少了；我们给他介绍公司的高管，他又说人家太忙了，天天要加班，没有时间陪伴家人。给他介绍个公司的老板呢，他还是不满意，不是身高长相不过关，就是行业性质不喜欢。最后各个方面都合适的，他又说见了2面没感觉，还说男生不主动，总是自己找话题。520那天什么表示都没有。最后啊，真的是要气死人啊！这不我们又给他推荐了一个40多岁的离异男士吗？公司的老板啊，他突然就变脸了，说年龄这么大了呀，哎呀，这还是离婚的，这个岁数一年才挣200万，那我图他啥呀？难道我图他的老，图他的离异的？你们说是不是无语啊？我真的是很想问一问，那你嫌人家老你不老吗？你都出来相亲了，到底有没有带脑子啊？你都多大岁数了，还非得怀揣一颗少女心，要找什么感觉？我真的不是打击你们啊，相亲见面就没有几个啊，上来就有感觉的。有这种思想的人，你呀，相再多都没戏的。除非你的颜值很高，对方的颜值也很高，你们俩看一眼啊，荷尔蒙就开始蔓延了。相亲能一见钟情的，在我的职业生涯里，真的就没有见过几对儿。还有啊，你都走到相亲这一步了，年龄都这么大了，你还有小女孩的优势吗？你就别想着男人还会对你鞍前马后，还特别的积极主动，给你送花送礼物讨好你了。人家既然是优质男人，那干嘛非得找你啊？哎，你还想着，哎，人家得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你要有仪式感，哎，什么矜持慢热，你一样都没落下啊！要真的是同样都有这些要求的2个女人，一个男人他要是能满足，哎，那人家干嘛不选一个年轻的呢？你说是不是？你看评论区的男人来说说呗，你们是怎么想的？这老大男又来许愿了啊！我真的是头疼。38岁的博士女说自己从来没有相过亲，她认为自己条件很好，在北京有房有车，工作很体面，未来对孩子的教育方面也有很大的优势。她说自己曾经谈过一个男友，8年都没有领证，是因为她有点嫌弃男友挣得太少了，俩人啊都在研究所工作，经济上不会有太大的飞跃了。而且性格上自己也有点强势，总是吵架，不管对错她都从不低头，直到男友劈腿提出分手，她才有点警觉到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但是已经晚了。所以她现在希望找一位气质儒雅、事业有成的男士，经济条件一定得好，至少要100万以上的收入。反正我听完了以后啊，我就跟她说，你找不到这样的，你的想法太理想了，你跟人家90后的女生想法一样，你拿什么跟年轻的姑娘去竞争？但是她很固执啊，她跟我说，你就按照我说的这样的帮我找找吧。我说我找不了，人家年入100万的男士啊，都找90后，连见个面的机会可能都不会给你，你这不是为难我吗？哎呀，你这钱我挣不了，你可以去别处看看，我真的是拜托了啊。我不是观世音菩萨，也不是许愿池的那位啊，我只是一个牵线说媒的人，也不是神仙。我这里呢，也不是你花了钱就能买个优质商品回去的地方。我再一次强调一下，35岁以上的女生，不管你未婚还是离异，你们想找一个年薪100万的男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了。我今天我就把这话撂在这儿啊，不要跟我说什么，虽然我35岁了，但是我看起来只有25岁这种话。你保养的再好，那手感能一样吗？我也是女人，我真的没有必要非要攻击你们这个群体啊，但是你们能不能不要整天梦游？你承认自己年龄大了老了，有那么难吗？你找一个跟你收入差不多的男人好好过日子，有那么难吗？你都快奔40的人了，不知道谁给你的自信和勇气，动不动要找100万年薪的男人。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啊，年薪100万的男人，不管他30岁、40岁还是快50岁，他们啊大概率都只考虑30岁以下的女生，他们只是有钱，人家不是有病啊，你明不明白？能不能清醒点？虽然你是公主啊，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那人家还是个王子呢。昨天呢，有一个女生跟我说啊，我给她介绍的一个男孩子啊，最近啊把他拉黑了。2周前
这姑娘啊跟男孩见面以后啊，双方都很满意的，他们两个都是富二代，家庭条件和个人条件都非常般配。然后呢，彼此交换了微信之后就开始约会了。第一次约会在餐厅，女孩呢路上有点堵，迟到了1个多小时。半途的时候，男孩就问她到哪儿了啊，等的确实有点不耐烦了。女孩呢偶尔迟到一会儿一般来讲是可以理解的，但是1个多小时啊，还是真的有点过分了，对吗？但是女孩到了地点之后啊，不但没有跟男生道歉，反而责问男生说：“我在路上开着车呢，你为什么完全不顾及我的安全，不停地催我呀？”她觉得男生特别的不绅士。这一顿饭吃下来，男生还是觉得有点歉意啊，那所以对她呢照顾有加，细心体贴。于是呢，女孩那个气也就消了。可是这个时候，男孩对女孩的印象却有些减分了啊。他不但迟到了啊，不道歉，好像男生等他也是应该的。而且呢，这顿饭的中间啊，一直就是男生在照顾他的喜好，而他呢，只是在审视对方的一言一行啊，自己却没有任何的作为。第2次约会呢，2个人啊是去看电影，先约好了的看什么电影，结果临到要开演了，突然啊，女孩说不想看这个了，要不要换一个？男生呢又跟他重新挑选啊，2个人花了1个多小时才决定看什么。在电影院里边呢，中途男生口渴了，顺手啊去拿旁边的矿泉水，因为太黑了看不清，结果呢就抓到了女生的胳膊。这个女孩啊快速的啊抽离了，并且立刻马上来了一句啊，干嘛呀？我可不是那种随便的人啊。男生很尴尬啊，因为在电影院里啊他又不方便解释，心情被弄得很糟。回家以后啊，男生已经开始有点下头了啊，感觉这个公主脾气啊太大了啊，真的是不招人喜欢。可能呢是从小到大呀被骄纵惯了。那第3次的约会啊，直接就夭折在了微信里啊。女孩说要约周日啊，周6她有事儿，结果男生呢把时间弄错了啊，把周日呢安排出去了。这下又惹怒了公主啊，她对男生说：“你对我说的话怎么就一点都不上心呢？你到底能不能认真听别人说话？”男生说：“那我以后就认真听你说话好吧。”本来男生是想调侃一下的啊。结果这句话对于这个女生来讲就是在怼她她马上就回应男生说看来你适合找那种舔着你的女生，那种女生普遍都会哄人嘴也很甜。于是2个人就在微信里你一句我一句就这么吵起来了。最后男生就说了一句：“你要是不会说话可以少说，真的是一句比一句难听，你可以闭上你的嘴了，你这个人极其的没有礼貌，知道吗？你有什么资格对一个并不熟悉的人进行评价？你是一个做事情没有计划随意更改什么事情都要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迟到了都不懂得道歉，也不懂得赞美别人，总是在找别人的问题，放大矛盾点，还喜欢随意评价别人的人。”说完之后呢等这个姑娘打了一长串文字发过去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被对方妥妥的拉黑了。这个时候这姑娘就开始对我说了哎呀，我发现现在的这些条件好一点的男生简直太膨胀了，看不清楚自己是不是都以为自己配得上我呢。他们也不想一想，像我这样的女孩子在他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和生活圈子里是很难接触得到的好吗？你们觉得这2个人到底谁对谁错呢？你们怎么看这个事儿？来，咱们到评论区聊一聊吧。我想再次奉劝大家谈恋爱你一定要速战速决，特别是相亲认识的人。为什么呢？谈得越久越容易分手。如果2个人已经结婚了，真的不同，双方容易冷静下来嘛大家再去解决问题。而没有结婚的人呢，一般都是从此错过。今天有个姑娘跟我说她感觉跟男朋友快分手了该怎么办都谈了5个多月了我就问她，那你们推进到哪一步了呀？她说自己属于比较慢热的女孩如果没有什么感觉呢，就不想确定关系，也什么都不想做先处着看呗。而且自己家里的教育呢也是属于比较传统保守的，所以呢谈恋爱她是从来不会主动的，并且呢自己也是拒绝婚前性行为的。所以到现在他们的约会呢只局限于在一起玩看看电影，吃个饭，或者呢去运动运动，最多呢有个拥抱连接吻他都是比较抗拒的。那我就问他了男生有没有带你见过他的好哥们好兄弟，或者提出来见过家长他说朋友倒是见过几个见家长呢提过的，但是自己拒绝了。那时候觉得还没啥感觉不太确定，所以就没去。就这样5个月了还没确定关系。男生之前呢跟他表白过一次他跟男生说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后来呢男生就再没有提过这事儿了。但是
当这个女孩自己已经开始逐渐接纳这个男生，也有些喜欢他了的时候，对方的态度却已经越来越冷淡了。那我就跟他说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可能真的是要分手了，除非你现在主动去找他，改变一下你的相处方式啊，或者呢是你跟他聊一聊，试一试，还可以自己跟他表白一下。结果他说啊，他根本就做不到这么直白和主动。我说那你如果还希望他跟以前那样啊，以你为中心啊，可能不太容易了，因为每个人的付出和耐心都是有限的。你内心是喜欢他的，但是呢，你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呢，都是在拒绝他。那么对方只会认定你是不喜欢他的，他会觉得自己已经尽力了，你仍然不喜欢他，那他为什么还要继续付出时间和精力呢？所以谈恋爱一定要速战速决哈，除非你不想结婚，否则呢，谈到3到6个月就可以推进结婚的事了。女生不要那么慢热了啊，非得等到有了感觉才行。男生呢是没有那么大的耐心的啊，我告诉你，但凡半年1年谈下来，你们2个的约会还停留在吃饭、看电影、聊天啊，双方家里人、朋友都没有深入的接触过、了解过啊，也没有谈婚论嫁的事儿啊，也没有具体商量过什么细节，那你这个路子真的是走歪了啊！就这么谈下去啊，别说谈个半年1年的，就再给你2年3年的时间，都是在浪费时间。大家觉得是不是呢？你脑子进水了？你咋知道呢？最近有个女生啊，她去参加了一个高端单身聚会局啊，在饭局上呢，认识了一个坐在旁边的男士，2个人呢聊得很开心，互相敬酒，喝着喝着呢，这个女生啊就有点喝多了。到了大家快散场的时候呢，男士看到这个姑娘啊微醺的状态啊，就提出来送她回家。女孩这会儿呢半醉半醒的哈，就答应了。于是呢，男士就叫了辆车，带着姑娘啊离开了。这一上车呀，女孩就倒在后座上哈，没说几句话呀就睡过去了。问她住哪儿呢也没说啊，叫也叫不醒。男士这下心情啊就有点复杂了哈，不知该怎么做比较好，想想也不知道她住哪儿，大晚上的也不能就在车里等着，住哪儿去都不合适。于是呢，他就自作主张了哈，让司机呢把车开到了自己家的楼下。在车里呢等了2多小时，这时候女孩啊突然就有动静了啊，原来是要吐啊。于是呢，男士就扶她下车啊。女生呢吐完了之后呢，就有点清醒了，发现这里是个很陌生的地方，也不是她家，就问男士这是哪儿。男士说啊，因为他刚才睡过去了哈，不知道该去哪儿了，就把她拉到自己家楼下了。目前呢是半夜啊，快1点了。于是呢，男士就问姑娘啊，住得远不远？姑娘说啊，家住得挺远的，有点一脸茫然的表情。于是呢，男士就跟她说，要不就上我家凑合一晚得了啊，你睡卧室，我住客厅。女生听着呢也挺合理的，就点了点头同意了。于是2人呢就上了楼。女生洗漱完了之后呢，就在男生的卧室呢睡下了，男生呢也在客厅躺下了。可是啊，后面问题就来了啊，他俩各自睡了2个多小时之后啊，男生啊在客厅越睡越冷，然后就开始敲卧室的门哈，让女生给他开门哈。女生啊死活就不开，这2人啊就开始你一句我一句哈，就争执起来了。男士呢说自己睡客厅太冷了啊，想拿床被子出来。女生呢就死活就不开门啊，说男生想要耍流氓。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件事情到底是谁处理的不好呢？我今天啊想跟你们说一个未来啊婚恋可能会出现的一种现象啊，就是可能愿意结婚的男人会变得越来越少。因为男人现在似乎啊他没有那么需要女人，也没有那么需要婚姻了。原因其实很简单，一共就有3点啊，虽然有点扎心，但是都非常现实的。而且呢，这第3点可能会让你无法接受的。第一呢，就是男人他这一辈子几乎都被金钱捆绑着，被责任压榨着。那现在的女人呢，都去和有钱的男人谈感情，和没有钱的男人去谈钱。一个月入2、3千的女人，她可以去刷爆信用卡，去旅游，去玩，做一个快乐的月光族。而一个月入过万的男人啊，却是个穷光蛋。每个月房贷、车贷、父母的赡养费、儿女的补课费，男人这一辈子他都在拼命的挣扎。到头来呢，财产是儿女的，工资卡是老婆的，留给自己的呢，只有那个无尽的委屈和辛苦的汗水。挣得少了，甚至还得被老婆和儿女看不起。第2点，90%以上的女人呐，甚至都是嫌弃和看不起自己的老公的。大多数的老公呢，都会被当成一个赚钱的工具。现在老公被老婆嫌弃的原因，不是因为没本事，就是因为没情调。
所以呢才会对其他的男人去动心啊。我真的是很佩服啊。最后的这一点，当今社会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女人如果没有钱呀，90%以上的男人都愿意养着她。那反过来呢，当一个男人没有钱的时候，90%以上的女人都想远离他，生怕沾上他选不掉了。所以说男人呢，你只能选择一个人去疗伤，一个人呢去自愈。以上的这3点就是男人他背负的这些责任和重负，压得他们呢想躺平了。或许不需要女人，不需要婚姻，才能让自己过得舒坦点。与其爱得那么卑微，还不如自己潇潇洒洒开开心心的过得好点呢。你们觉得他们的想法对不对？你们觉得我说的有这种可能性吗？今天有一个男生过来跟我聊起他最近相亲遇到的一个事儿，真的是挺逗的。前2天呢，他跟一个女孩相亲，他刚把自己的情况跟女生一说这女孩就巴拉巴拉就开始说开了。哎呀，我看你条件是不错的我呢就几个要求。结婚的话，我们家要50万彩礼，北京呢3环内200平的房子，不能有贷款的那种，房产证上得写上我的名字，40万以上的车。感觉呢这个其实是已经老掉牙的套路了大家也听得挺多的，没啥好奇的，对吧？那男生呢倒也还挺好说话，他说这些都没有问题。可是女孩接下来说的话就有点离谱了他说咱们要是结婚了，是不是就是一家人呢？男生说对那咋了？女孩说那结了婚你不就是我老公吗？我呢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欠了50万外债，那结了婚你得替我还这时候男生心里就开始打鼓了合着你是要找一个给你还债的呀？那债还完了还拿着50万彩礼再跟我离个婚，这里外里的挺合适真能算计。然后男生也就不示弱了他对女孩说这倒没问题，但是我也有个问题要问你那如果我也欠50万外债，你会给我还吗？你都想不到这女生怎么说的她说你欠50万我还能跟你在一块吗？你都没有能力养我了，也没有能力保障我的生活质量，那我还跟你在一起干嘛呀？男生说那你们女的不一直都在讲男女平等吗？原来就是个口号提到女性利益的时候就倡导女性优先，谈到责任付出的时候那就是男人的义务。女孩马上就说我这么貌美的女人那有的是大把的人追，哪怕你给我花钱那也是你的骄傲。男生说这骄傲还是算了吧不稀罕，要钱的时候我就是你最好的依靠，没钱的时候我就配不上你的美貌。你还真是一套一套的。女生刚又要开口男生立马就说你闭上你的嘴巴，我看不上你这样的，听懂了吗？就是这么个事儿我就是觉得吧，这男生怼的太有水平了，你们说是吗？如果有一天你不得不面临要选择一个大龄剩女的时候，你怎么判断她是不是可以娶回家的呢？我们常常说大龄剩女性格有问题，认知也有一些问题，拜金、刁钻、古怪。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咱也不能以偏概全，一棒子全部打死掉。其实有一部分大龄剩女她是可以娶的，基本上不会有大问题。但是你一定要观察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判断才行。首先，你们出去约会的时候，他会比较懂分寸，会在花费上愿意跟你一起分担，不会对你的买单行为表示理所当然，并且他也不会介意约会场所的档次高与低，不会太虚荣，也不会因为你哪个细节做得不到位就给你摆脸色，让气氛变得尴尬。另外呢，要观察他的消费观。如果他一个月就挣8000，恨不得他要买套衣服，半个月的工资就没了，这样的肯定不行，基本上就是个月光族，根本不会管理财务。一个大龄剩女如果这样超前消费，估计她也不会有什么存款的。这种女人娶回了家那肯定就是一个败家娘们了。你有一座金山也不够她挥霍的，这种人就是拜金女，绝对不能娶。第三呢，你看她在各种生活细节上是不是挺能照顾别人的感受如果她只考虑她自己舒不舒服，不管别人乐不乐意，那她一定是个很自私的人。这种人是没法在一起生活的，你们就算在一起，你也很难融入她的世界。她读惯了，她不会照顾别人的。往往这种人情商还很低的，他说话会很直，容易伤人，甚至很情绪化。这一类就是属于性格古怪的，你敢娶吗？你娶了他，那你今后人生中的风雨可能都是他带来的。最后呢，就是交往中他会比较积极主动，
回复信息也会很快，偶尔也会主动的约你，不会总是说自己很慢热，也不会让你追得很累。你给他送个礼物，他一定会回馈你一个惊喜，并没有占你便宜的心理，并且对于婚姻他也有理性的认知，能够接受生活的平淡和爱人的平庸，不会拿你和别的男人去做比较，不会抱怨你挣钱太少，他也不会天天的天马行空幻想和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期待。反之那是不能娶的，否则时间长了谁都受不了的，活脱脱的精神病。如果一个男人你因为年龄大了，你不得不面临要选择一个大龄剩女结婚的话，你要不想以后一地鸡毛啊，那你一定得认认真真的考察他的这些方面，你才能避免以后离婚的可能。你们觉得对吗？